普京已经下令俄军总参谋部制定攻占基辅的新计划。都到2026年，克宫还在做那个2022年没能实现的梦。然而这一次，他的背后没剩几个人了。最新民调显示，整整81%的俄罗斯人支持赶紧结束这场入侵。连普京的大金主俄罗斯储蓄银行行长格雷夫都公开唱起了反调，说全俄罗斯人只关心一件事，尽快结束军事行动。而另一边，乌克兰正在疯狂加速武装自己，增加作战士兵奖金、无人机保底供应，甚至要和法国谈判本土生产风暴阴影巡航导弹。大西洋彼岸的英国直接宣布以乌克兰模式为蓝本，搞起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德国和荷兰还在爱沙尼亚启动了联合军事指挥中心，北约东翼又多一把刀。4年过去了，普京还能啃动基辅吗？当俄罗斯人都在盼着战争结束，普京还能拿什么去打一场没人想打的仗？2026年对乌军来说绝对是一个不可忽视的转折。大家别看俄军在媒体上吹得天花乱坠，瑟尔斯基在接受 TSN 采访时彻底撕开了他们的遮羞布。到了现在，俄军主动发起进攻作战的主要方向从原来的13个锐减到7个，只有4个算是核心方向，战场活跃度也下跌了至少1/3。大家没听错，就是1/3。了解到这一点，火力军相信很多朋友应该明白为什么最近一提到俄乌局势全是康斯坦丁诺夫卡的消息了吧？因为俄军除了在这个方向上依赖渗透小队有了点成果之外，在其他方向上几乎可以等同于完全停滞。他们也不是不想努力，战场上每天的突击行动数量还维持在240到260次的高强度，但关键在于这里面将近45%，有时候甚至高达50%是乌克兰部队在发动进攻。这就意味着战场主动权正在易手，俄军从进攻者变成了被动挨打的那个。瑟尔斯基直接点名，这都是乌军无人机打击的功劳。因为无人机接连不断的打击，俄军现在面临着严重的燃料供应问题，火炮使用量也大幅下降。之前乌俄双方在炮弹使用量上的比例大概是1比2.4到2.6，现在这个比例已经缩小到了1比1.6到1.8。换句话说，俄军的炮火优势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蒸发。大家想想看，4年前那个号称世界第2军的庞然大物，现在连炮弹都打不出来了，这画面太美，火力军都有些不敢看。当然，这些数字还不算什么，最重磅的当然要看领土情况。瑟尔斯基也给出了对应的数字，自2026年初以来，乌军已经解放了超过670平方公里的乌克兰领土。没错，就是670平方公里，这才是实打实的战绩。而且瑟尔斯基也爆出了乌军的战术，说明这场仗到底要怎么打，乌军有相当明确的规划。按照他的说法，乌克兰2.5年的战役设计主要是为了消耗俄军主力，阻止俄军在所有作战方向维持进攻行动。有了1年的铺垫，再加上切断俄军的星链，乌军才能在多个方向转入主动进攻。在这种情况下，普京接受宣传员扎鲁宾采访时还大吹特吹俄军迅速推进，结果又被打脸了。普京说俄军几乎完全占领了利曼。ISW 根据地理定位证据评估，俄军在莱曼领土上的实际存在最多只有 4.3%。普京说俄军占领了康斯坦丁诺夫卡的 96%， 几乎可以等同于完全占领。ISW 评估只有 36.98%，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还是灰色区域，就是那些渗透小队控制的区域。普京说俄军已经进入了多布罗皮利亚和汉尼夫卡。ISW 一扒地图，好家伙，俄军离这2个定居点还有7公里，人没进去，宣传先行，这就是俄罗斯胜利的来源。说白了，现在的普京不仅自己活在手下精心编织的平行世界中，还试图让全世界人跟着他一起承认，他所在的世界才是真实的。只有这样才能掩盖乌克兰给俄罗斯带来的压力。为了维持这种幻象，普京还整出来一个惊天大活，战争已经打了4年多了，他不看战场实际情况，只管给俄军下令。同志们，想想办法吧，咱们要拿下基辅。瑟尔斯基透露，普京亲自给俄军总参谋部下了一道死命令，算出各种进攻方案，不管是从白俄罗斯领土出发，还是别的什么方案，总之想办法拿下基辅及其周边地区。火力军真的要笑出声了。2022年士气最高、装备最好的时候，尚且拿不下基辅，他们怎么敢幻想在2026年能够占领基辅的？不说别的，但是那个从白俄罗斯杀过来的方案，就基本可以等同于白日做梦。2022年的时候，白俄确实给俄军当了跳板，但现在是2026年，卢卡申科还敢吗？我们要明确一点，卢卡申科虽然嘴上跟普京称兄道弟，但他很清楚，白俄罗斯一旦参战，就意味着乌军不用再对白俄留守了，那跟主动送死有什么区别？毕竟白俄的军事实力完全比不上现在的乌军。卢卡申科早就看明白了，所以最近一直在给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关系降温，又是向泽连斯基道歉，又是按照泽连斯基的要求悄悄关停边境为俄军服务的信号中继站，
还再三重申白俄罗斯不想和乌克兰打仗。这一系列措施已经表明了卢卡申科的态度：大哥该跟还是要跟，但是绝对不能和乌克兰完全对着干。明知道前面就是火坑，谁往下跳谁是傻子。这种时候，普京还想复刻2022年的剧本，借到白俄去打基辅，那怎么可能？就算白俄罗斯有这个胆子，俄罗斯也不可能推到基辅。2022年的情况还历历在目，当时的俄军装甲纵队从白俄罗斯方向直扑基辅，结果60多公里的车队堵在公路上一动不动。那时候他们含着3天就能拿下基辅，结果4月初就灰溜溜的跑了。4年多过去，乌克兰的防御比起2022年不知道强了多少倍。切尔诺贝利方向上，所有能走重型装备的桥梁几乎全被乌克兰炸掉了，要想过去只能走沼泽地。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这样的地理条件，坦克怎么过，装甲车怎么推？所以接到白俄罗斯这个方案，2022年还能用一下，到了2026年根本不可能。既然白俄罗斯走不通，那还有一个选项，从布良斯克出发，经苏梅和切尔尼戈夫地区前往基辅。这是瑟尔斯基认定最有可能发生的场景。如果是这个方案的话，那也不太可能。据基辅邮报报道，自2022年以来，乌军一直在切尔尼戈夫地区修建防御工事，他们利用森林和沼泽地形布设了铁丝网、反坦克壕沟和混凝土龙压障碍物，整片区域都是这样的多层屏障，还连接着掩体和长期火力点。俄军想靠装甲洪流推过去，先问问那些龙牙答不答应。然后就是我们反复提及的后勤和人力硬伤。2022年的时候，俄军那条装甲车队就是因为沼泽地形加上后勤跟不上，才搞出来了60多公里的笑话。俄罗斯现在的后勤问题可比2022年严重得多，连普京都不得不承认俄罗斯陷入了燃油荒的状态。那时候是有油，但是运不到，今天是连油也没有了。人力更不用多说，招募的速度跟不上伤亡的速度。之前就有消息透露，一名刚部署的俄罗斯新兵在前线作战，大概也就能活20分钟。大家吃一顿饭的时间，一个俄军新兵的生命就结束了。这样一支军队恐怕连碰到基辅的边都难，还想拿下基辅？天还没黑呢，怎么就有人做起梦了？基于种种情况，瑟尔斯基几乎可以断定，俄军喊着要拿下基辅，基本就是烟雾弹，实际目的是要扩大前线，夺取更多领土，迫使乌军从其他方向调走防御部队。说白了，普京自己应该也知道拿下基辅不太可能了，不如策划一场调虎离山，用北线的压力让乌军把东线和南线的精锐部队抽走，好让俄军在顿巴斯喘口气。综合来看，攻占基辅这4个字放在2026年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笑话。其实普利军很想问一句，大帝是不是嫌俄罗斯人太多了，所以竞争一些让俄罗斯人去送死的计划？俄罗斯人估计也麻了，这仗打成这样，算来算去亏的全是俄罗斯人自己，所以他们巴不得赶紧结束战争。民意反映了一切。据莫斯科时报报道，在一项全俄电话民意调查中，81%的俄罗斯人表示支持明天就结束对乌克兰的战争，这是自2022年以来的最高纪录。支持继续打仗打到彻底胜利的人只剩下了可怜的9%，这也是历史最低纪录。民众的焦虑甚至投射到了互联网上。6月最后一周，有俄罗斯谷歌之称的搜索引擎央杰克斯数据显示，搜索战争什么时候结束的请求飙升到了137000次，创下战争期间的历史最高。民意的崩塌还不算完，真正让克宫脊背发凉的是普京自己的大金主跳出来唱反调了。赫尔曼·格雷夫，俄罗斯储蓄银行行长，普京的关键财政支柱。多年来，他一边顶着国际制裁，一边把大把银行的资金投进战争。就这么一个铁杆金主，在6月30日的银行年度股东大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表示，全俄罗斯人只关心一件事，赶紧结束这场战争。连普京的追随者都出现这种表态，足以可见俄罗斯国内对这场战争的厌倦。和灰头土脸的俄军相比，乌军的日子就好过太多了。泽连斯基大手一挥，加钱，继续给我们的士兵加钱。之前一直有人吹嘘说俄罗斯越打越富裕，但是扒一扒最近的情况，火力军有点好奇，越打越富的到底是谁呀？怎么乌克兰这边还在猛猛花钱？按照泽连斯基的说法，从7月开始，每个执行作战任务的战斗营拿到的直接资助将大幅增加。自从2025年开始，乌克兰就开始搞直播资金模式，这一搞，各旅采购无人机和其他装备的速度明显加快。现在好了，不光是战斗营的钱多了，炮兵部队还有单独拨款。火力军翻译，以前是大家分1万州，现在是每个拳头部队都有自己的小金库。想买炮弹行，想换无人机行，指挥官不用再层层打报告等审批，直接掏钱办事。钱到位了，装备更不能掉链子。费多罗夫同步宣布了一个让前线官兵集体起立鼓掌的项目，基础级保障计划正式启动，就是每个月每个单位保底都能拿到一定数量的无人机。以前各旅之间无人机分配不均，有的部队富得流油，有的部队穷得叮当响，现在不一样了。前线最紧缺的机型，像什么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轻型中程打击无人机，全部纳入保底供应清单。部队通过 DOT 产业系统自主选择，
系统按透明规则配送，缺货了马上换一台性能一样的顶上。这样一搞，前线不愁没家伙，后方不愁没订单，正循环，这不就转起来了？而且这还只是第一阶段，未来要覆盖到所有的武器类别。再结合乌克兰最近的动向，火力军猜一下，估计乌克兰马上就要打一场富裕仗了，比如风暴阴影随便用。费多罗夫证实，乌克兰正在与法国进行谈判，谈的就是斯卡普巡航导弹的生产许可，并且有了切实进展，已经到了和制造商 MBDA 商谈技术细节的环节。斯卡普巡航导弹其实大家也不陌生，就是风暴阴影的法国版本。当初英法共同研制了这款导弹，只不过叫法不同，再加上为了适配本国战机还有电子系统，接口不同，控制软件不同而已，别的东西完全一样。乌克兰之所以找上法国谈斯卡普巡航导弹的生产，还因为另一个东西阵风。乌克兰打算购买阵风战斗机，法国的阵风加上斯卡普导弹，俄罗斯又要有大麻烦了。斯卡普巡航导弹的进展也说明了一件事，G7峰会上各国表态要考虑向乌克兰发放生产许可，这件事不是虚的，他们是实打实的在推进。费多罗夫透露，与美国的谈判也在同步进行，特朗普那边甚至计划要求美国防务公司直接授权乌克兰后州生产防空导弹，钱管够，无人机管够，连各种导弹都要自己造了。这场仗谁越打越强，谁越打越拉胯，还不够明显吗？火力军一直强调乌克兰重塑了这场战争的规则，而他掀起的这场无人机革命不仅打疼了俄罗斯，还给了欧洲各国一个参考。现在这场革命蔓延到了英国，斯塔默在卸任前拿出来一份国防投资计划，搞起了数十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改革，核心理念就一句话，以乌克兰模式为蓝本。过去几十年甚至几百年来，英国的军事力量靠的都是那些大型舰艇、航空母舰、核潜艇、大型驱逐舰，又大又贵又烧钱。然而乌克兰在战场上的表现彻底颠覆了欧洲旧的防御模式，大型舰艇在无人机和导弹面前有多脆弱，看看黑海舰队的下场就知道了。乌克兰没有传统意义上的海军，却凭借无人机和导弹的组合，硬生生把黑海舰队打得抬不起头。英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然后端出来一项从前想都不敢想的决策，什么83型驱逐舰，什么32型护卫舰，通通不造了，资金全部冻结，砸到新型通用作战舰艇上。这些舰艇不跟敌人硬碰硬，而是充当指挥中枢。93型水下反潜无人艇、91型无人导弹平台、92型和94型空中与海上无人传感器平台，全部由这些通用作战舰艇统一指挥。空军也要跟上，按照这份投资计划的安排，英国要在2026至2030财年给空军拨款278亿英镑，2030年至2035年再追加至少700亿英镑。这些巨款全砸到国家协同作战空中计划，就是让自主无人战斗机跟有人驾驶战机一起飞。这是英国、意大利和日本三方合作的全球作战航空计划的一部分，目标是搞出第6代战斗机。还有50亿英镑要砸到无人机转型上，他们计划建一个欧洲最大的无人机测试中心，外加一个专门的工作组，目标就是持续扩大无人机生产规模。至于扩大到什么地步，看乌克兰就行。乌克兰每个月用20万架无人机，英国就照着这个规模抄作业。按照这个路子改下去，到2029年，英国年度国防开支将从540亿英镑增加到接近800亿英镑，占 GDP 的 2.7%。英国还承诺要在2035年实现北约新目标，国防开支占 GDP 的 3.5%。英国这一步给所有北约盟友打了个样，证明英国完全认可乌克兰用鲜血换来的教训。未来战争不是比谁有更多航母，而是比谁能更快迭代，谁能更便宜地摧毁高价值目标。北约东翼也没闲着，德国和荷兰在爱沙尼亚边境小镇瓦尔加启动了一个联合军事指挥中心，驻明斯特的第1德荷军团正式接管了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境内所有北约部队的战术指挥权。这意味着北约在东翼有了第2个战术军团总部。以前整个波罗的海加波兰东北部全归波兰什切青一个总部管，现在拆开了，第1德荷军团管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原来的总部管立陶宛和波兰东北部，责任划分清楚了，战时反应速度直接拉满。而且这个军团不是空架子，战时可以迅速向波罗的海地区投送4万到6万兵力。美国北约盟军陆军司令多纳修将军在现场承认了一件事，欧洲现在承担的任务比过去35年来任何时候都多，这就是美国对欧洲的认可。俄罗斯的反应也很有意思，他们把边境铁路给关了。从7月1日起，俄罗斯正式关闭与芬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的全部7个铁路边境检查站。火力军看到这条新闻的时候真的笑了，这不就是典型的无能狂怒吗？北约在爱沙尼亚建了个新的指挥中心，德国和荷兰的精锐部队部署到了家门口，波罗的海3国被牢牢焊在北约的防御体系里。俄罗斯能怎么办？正面硬刚北约？不敢。军事反制？没那个实力，那就关铁路吧。这可能是他们能想到的最有威慑力的报复了。俄外交部的说法是临时暂停，但火力军查了一下，俄芬边境的铁路交通早就因为芬兰方面的决定中断了。俄爱、俄拉边境还在运营的检查站
过去2年也就剩佩乔里和皮塔洛沃这2个，所以这波操作的实际封锁效果极其有限，完全是象征意义，就是在告诉芬兰、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你们对我不友好，我不跟你们玩了。但问题来了，芬兰2023年就加入了北约，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更是北约老成员，你关不关边境关人家什么事？人家该防你还是防你。这波操作什么都无法改变，只能向全世界证明一件事：现在的俄罗斯面对北约无计可施。普京终究将俄罗斯带上一条越走越滑稽的路，这条路的尽头是俄罗斯的彻底封闭。好了，这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大家觉得俄罗斯还会出兵攻占基辅吗？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